那诡异的笑声从地底深处而来，回荡于浩瀚虚空之上，连绵不绝，古怪恐怖，令人毛骨悚然，心神不安。此刻，天上的众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早就乱成一团，他们恐慌不已，都怕被那可怕的封印之物所扼杀，想方设法想要寻找到安全的地方，甚至有大胆者竟然逃向了处世天族老者的身旁。大部分人都被吓得惊慌失措，唯有楚风与王强等人一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下方。不，事实上并不止楚风他们一行人，还有哪个处世天族的老者楚般若。楚般若看得非常的认真，甚至那些百炼凡界的人躲到其身旁，他也是不予理会。但是相比于楚风等人那脸上的不安，楚般若的脸上竟然布满了兴奋。忽然，一道金色的光芒自的底深处掠出，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自的底深处飞掠而出，落在了大地之上。透过滚滚浓烟，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模样。起初，人们心中一紧，毕竟人们下意识的就觉得那是封印之物。可是当看清他之后，人们却又有些迷茫，因为这封印之物与他们想象的截然不同。想象中那生物应该是狰狞无比、恐怖异常的庞然大物，可是此刻浮现在众人视线内的，那竟是一个身高3尺的小娃娃。没错，他长的样子与人类的小孩子多少有些相像，可是他又明显不是人类。他身体为黄色，散发着淡淡的金光。尽管他有人的脑袋、人的脖子、人的身躯，可是他并没有人的手和人的腿，身上长的是触手。那触手似是花藤一般，可又不是花藤，因为那明明是肉的质感。这样古怪的触手，在腿的部位有10几条，支撑着他的身体，而胳膊的部位各有1条触手，似是手臂一般，可却并没有手。至于脸上，他有6只眼睛，不过那眼睛很小，每只眼睛大概只有寻常人类一半的大小。耳朵正常，只是稍微有点尖，看不到鼻子，但却有一张非常大的嘴，那嘴简直如同河马一般，嘴中竟是尖锐的牙齿。楚风之所以看得如此清楚，那是因为此刻那位的大嘴正张开着，他正在哈哈大笑，似是因为脱块笑，可是笑声却是那般的诡异。不过相比于他这古怪的外表，楚风却在感受他的气息，只是他什么都感受不到。莫说修为在何境界，若不是这个家伙，就站在楚风的视线之内，楚风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气息。是他，真的是他，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就在这时，楚般若忽然发出了异常兴奋的笑声，顺身观望，楚风注意到楚般若的手中拿着一个卷轴，一个非常古朴的卷轴。那是楚风使用天眼便看到了卷轴上的内容，那卷轴画着一个图案，那个图案所画着的正是此刻下方的那个诡异的家伙。而除了这幅图案之外，还有着数行字体：恶之人身亡，封印于百炼凡界，将其释放，待其成长，食其血肉，便可青春永驻，延长寿命，长达万年。而后面的内容则详细的记载了这个恶之人身亡所封印的地点，以及用什么样的阵法才能够将其解封。原来他解封此物是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这一刻，楚风不仅知道那个被封印的恐怖存在名为恶之人身亡，更是知道了这处是天族老者的意图。此刻，楚风再度将目光投向了下方的家伙，这才发现除了长了一个类似人类的脑袋之外，他的样子还真的很像是一只人身，只不过他的身体更饱满，肤色也更加的具有光泽。这东西也太诡异了，怕不是处世天族那个家伙能够掌控的。女王大人说道。淡淡，为何这样说？楚风问道。你仔细看他的眼睛，那种目光，老谋深算，他绝对不是眼前看到的这么简单。女王大人说道。听得女王大人的话后，楚风也是注意到，尽管那恶之人身亡看上去很是弱小，可是他的目光却是非常的可怕，并且很是老辣，这是一个活了无尽岁月的恐怖存在，怕是也有几万年。就在此时，那恶之人身亡忽然身形一动，竟然消失不见。而就在恶之人身亡消失之后，楚风竟然忽然动了起来。这一刻，楚风心中大惊，因为他发现不仅是他在空中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移动，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在与楚风一样快速的移动。是处世天族的老者，那个老者用自己的力量将在场还活着的所有人都带动起来，是他在用自己的力量使得楚风等人与他一起快速的移动，是在追赶他。忽然，楚风向下观望，似乎知道那处世天族老者为何要这样做了。因为移动速度太快，楚风很难看清周围的景物，可是向下观望，楚风却能看到一个身影，那是恶之人身亡。那个家伙10几条触手在地面之上不停地摆动，正在快速的奔跑，速度非常之快。原来他不是凭空消失了，而是跑着离开了，只属于因为他的速度实在太快，所以楚风才以为他是凭空消失了。若不是处世天族的老者带着他们移动，哪怕是以楚风目前的实力，也根本追不上那个恶之人身亡，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恶之人身亡去了哪里。此刻，楚风又忍不住感慨，他与处世天族那位老者以及这恶之人身亡的实力差距，事到如今，楚风所面对的敌人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自身能力之外，那是他根本就无法抗衡的敌人。有点意思啊！就在此刻，那邪神剑的声音再度传入楚风的耳中，只不过他的声音不仅没有一丝惊讶，竟然还有着淡淡的喜悦。你发现了什么？楚风问道。你看不到吗？邪神剑问道。看到什么？楚风问道。也难怪，毕竟以你的实力，不可能看得到。没关系，本邪神可以帮你。那邪神剑话音刚落，楚风便感觉自己的眼睛有点发烫，不由自主地闭了一下眼睛。可是当楚风的眼睛再度睁开之际，他却是内心一紧。此刻，楚风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来因为移动速度太快，除了那在奔跑的恶之人身亡，楚风什么都看不清。但是现在，
楚风能够看清了，他能够看清一路走来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家伙看清之后，楚风的内心的不安则是越来越浓。此刻，他第一次领略到了这个封印之物的可怕。那封印之物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的奔跑着，而他所过之处，在楚风视线所及之内，所有的草木都会在瞬间枯萎死去。莫说花草树木，就连河流都会消失，大地都会干枯。原本生机盎然的大地之上，瞬间出现无数干枯的裂痕，就连山石也是如此。原本绿茫茫的大地之上，当这个恶之人身亡经过之后，瞬间变成了荒凉之地，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而这一切，此刻都被楚风看到了眼中。这个家伙在吞噬所有生命体。楚风惊愕，虽然不知道那恶之人身亡是如何做到的，但是他坚信这一定是那恶之人身亡所为。他开始变化了。在楚风观察周围那正在不断被毁灭的景物之际，女王大人忽然提醒道。楚风再度看向恶之人身亡，发现这恶之人身亡的身体在变大，就连身上的触手也随之增多，并且随着恶之人身亡的增大，触手上面还会生长出无数个须子一般的小触手，似乎是注意到了恶之人身亡的变化。楚波惹脸上的喜悦之色竟然越来越浓。天哪，大家快看，那个怪物正在变大。忽然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呼，紧随其后，所有人都是满面惊恐，甚至有人已经吓得脸色铁青，瑟瑟发抖。因为楚氏天族那位老者在追赶恶之人身亡，所以在场之人都能看到恶之人身亡此刻所发生的变化。他越来越大，已经从一个3尺高的小娃娃长成了一个10几米的巨型生物，并且这个变化还在发生。它增长的速度太快了，不过片刻功夫，它就从10几米长成了几十米。又过了片刻，那恶之人身亡已经成长为了100米之高，很快的，它就成长为了高达1000米的庞然大物。而这距离他从地底钻出，才过了连半个时辰都不到的时间而已。由此可以见得，这恶之人身亡的成长速度是多么的快。而随着他体型的变大，他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他身上的触手与须子已经多到数不过来，长相也是越来越狰狞。此刻，那恶之人身亡，眼睛巨大无比，散发血色光芒，叫声更加的震耳欲聋，连虚空都在站立。只是炼化这些没有意义，这些人也都是为你准备的，将他们炼化掉吧。楚氏天族的那位老者忽然说话了，而这句话显然是对那恶之人身亡说的。而听得此话，恶之人身亡竟然也是忽然停了下来，用那6只硕大无比的眼睛扫向了在场的众人，那目光异常的冰冷，只要被其目光所注视，便会感觉身体都被掏空，就仿佛已经死去了一般。这一刻，人们更加害怕了，甚至开始有人自半空之上摔落而下，已经失去了御空之力。那些人全部都被吓昏了过去。他们终于知道为何楚氏天族的老者不放他们走了，原来他是将在场的众人当作了饲料，是要喂食这个恶之人身亡的。可是恶之人身亡扫视一圈之后，最终却将目光锁定在了楚氏天族那位老者的身上。吞噬他们对我来说作用不大，倒是你应该还有一点作用。说完此话，之人身亡那满是尖牙的口中伸出了一条巨大的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那舌头满是钩刺，看着甚是恶心与恐怖。可是看他这个样子，他很是兴奋。哼，竟想炼化我！听得此话，楚氏天族老者也是脸色一变，随后他大喝一声收。与此同时，他掌心张开，一片金色的光芒便如同瀑布一般倾洒而下，化作了一只金灿灿的大网。那大网非常的大，仿佛能将这片大地覆盖，并且速度极快，瞬息便将那恶之人身亡覆盖在了当中，将其紧紧的困住。下一刻，刺耳的咆哮响彻天的，那恶之人身亡开始了挣扎，强大的力道使得大地不断震荡，尘土纷飞，碎石漫天。可是任凭他在如何挣扎，那网却是越收越紧。既然你不听话，那只能现在便收了你。楚氏天族老者说道。晚了。可就在这时，邪神剑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当然，这个声音只有楚风能够听到。什么晚了？楚风问道。如果说那个小家伙刚从地底出来的时候，这个蠢货就收服这个小家伙，也许趁着那小家伙被封印太久，气力不支，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能够收服他。但是现在已经晚了。虽然这个小家伙只是恢复了一点点的气力，但足以将这个老家伙秒杀。邪神剑说道。真的吗？对于此话，楚风是有些怀疑的，因为眼下明明是楚氏天族的老者占据了优势，而那恶之人身亡发出的嘶吼已经变了声音，那已经不再是愤怒的咆哮，更像是痛苦的哀嚎。忽然间，一声巨响传来，下一刻，楚风顿时瞳孔一缩，神色大变。一切发生的太快，楚风根本就未能看清过程。当他看到的时候，他发现先前那笼罩着恶之人身亡的金网不仅已经碎裂，此刻恶之人身亡的一条触手直通天际，将那个楚氏天族的老者缠住了。此刻，楚氏天族的老者满脸痛苦的神色，他在努力挣脱，可是却根本没有用处，他的力量根本就无法抗衡那条触手。见到这一幕，楚风的内心越发的震惊，因为这一切的走向都被邪神剑给说对了。这说明邪神剑的确很强，至少一切都被他所看穿。小子，若不想你的朋友死，就立刻将身体交给本邪神来掌控。邪神剑说道。而他说此话的时候，楚风能够感觉到邪神剑的力量开始侵入他的身体。这一次，楚风没有抵抗，而是任由那些神剑的力量侵占自己的肉身。很快的，楚风便彻底的失去了身体的掌控。虽然失去了身体的掌控，但是楚风却感觉自己的浑身像是被烈火燃烧一般，有些难耐。不过这种痛苦，楚风却是能忍受身的。而当楚风的肉身被邪神剑占据之后，那血红色的气焰
也是开始将楚风的肉身吞噬。此刻的楚风像是被血红色的火焰所包裹了一般，只能看到血红色的烈焰升腾，却已经看不见楚风的面容。快逃！当楚氏天族的老者被那恶之人身王抓住之后，那封锁众人的力量也是随之消失。这一刻，众人如同脱困的小鸟，赶忙向远处逃窜。可是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声惨叫，那些想要逃脱的人全部都被恶之人身王的触须缠住了，一个个的都露出了极为痛苦的神情。而很快的，他们的面容便开始变化，如同干枯的树木一般，没有了生机，死了。不过眨眼的时间，那些人便全都死了。他们是被那恶之人身王吸干了生命。见此一幕，其他人根本就不敢再逃，生怕遭受如同那些人一样的命运。你将我解封，是想吃我的血肉吧？愚钝！在这种地方，居然也有人妄想吃我血肉。要知道，在这里，我便是神，主宰一切的神。恶之人身王发出低沉却又响亮的声音，他很兴奋，也很疯狂，同时也有着舍我其谁的霸气。这里的所有人，包括楚氏天族的那位老者，他都没有放在眼里。在他的眼中，楚氏天族的老者恐怕与楚风等人一样，都是蝼蚁。不，有本邪神在这里，你只是一个废物。可就在这时，又有一道声音自楚风所在的方向传来。突然传来的声音引得所有人都是心神一震，不由得将目光投了过去。可是这一看，人们又是满眼的诧异与惊奇。那人是谁？该不会是楚风吧？看着那说话之人，人们猜测纷纷，因为此刻的楚风早已经变了模样。此刻的楚风浑身上下燃烧着血红色的气焰，一眼望去就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火人。若不是手里还握着那把邪神剑，人们就不会想到这个人是楚风。可是哪怕此刻的楚风还握着邪神剑，人们却仍然不太确定这个人是否是楚风。除了此刻那股令人心神不宁的恐怖气息外，楚风的目光也是非常的可怕。那是两道血红色的目光，比那血红色的气焰要深，并且散发着光芒，非常的恐怖，就像是猛兽夜间的目光一样，非常的亮。可是这个目光可绝非猛兽可比，但无论怎么看，那也都不像是一个人的目光，而更像是一种嗜杀成性的某种生物。若非要形容的话，这恐怕不是人间所有，应该是来自地狱的某种存在。你是什么东西，竟然妄想与我争锋？恶之人身王扫视楚风一眼，很是不悦地问道。尽管此刻的楚风令在场之人心生不宁，发自内心的畏惧，可是恶之人身王却根本没有将此刻的楚风放在眼中。在他看来，楚风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东西，不配与他比较。这整个百炼凡界，没有一个人一个生命配与他比较。本来想给你个痛快的，没想到你竟敢对本邪神出言不逊。既然如此，那本邪神就有必要让你感受一下生不如死的滋味。楚风说道。胆敢与我这般说话，你才是找死！恶之人身王眼中寒芒闪过，下一刻一道触须笔直的便向楚风飞射而来。一切发生的太快，按理来说，如此速度之下，楚风根本就不应该看清对方的动作，因为对方实在是太快了，快到根本发应不过来。若是换作平时的楚风，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可是此刻，当身体被邪神剑占据之后，楚风却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那恶之人身王动用了一条触须，向楚风发动了攻击。可只见楚风手中的邪神剑挥动，一道血色光刃横扫虚空，轻易的便将那道触须给斩断开来。准确来说，那已经不是楚风，现在控制楚风肉身的乃是邪神剑。就连先前那句话也是邪神剑说的，虽然那还是楚风的声音，但的确是邪神剑说的。因为现在的楚风就如同是体内的蛋蛋一样，虽然能够与邪神剑共享视听，可是却已经彻底失去了肉身的掌控权。眼见着自己的攻势被轻易化解，恶之人身王六只硕大无比的眼中皆是涌现出了一抹惊讶。显然他没有预料到，竟然有人可以解开他的攻势，甚至斩断他的触须。事实上，不只是恶之人身王，就连那被恶之人身王困住的楚般若也是目光大变。邪神剑的强横他是知道的，可是要知道，此刻邪神剑的力量可是被那阵魔兵符给压制住了。既然已经被压制，那便不应该释放出如此力量才是。这一刻，楚般若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那阵魔兵符。他起初是以为阵魔兵符出现了问题，可是这一看才发现，阵魔兵符还在天际之上，在楚风的上空，如同阳光普照一般，用那金芒覆盖着楚风。阵魔兵符并没有任何问题，还在用其特殊的力量压制着楚风说中的邪神剑。可是此刻，邪神剑所散发的气息似乎比先前还要强横许多，他已经摆脱了阵魔兵符的压制。莫非这阵魔兵符根本就无法压制住他？此刻，楚般若的内心泛起了嘀咕。就在这时，那恶之人身王再度向楚风发动了攻势。这一次不是一条触须那么简单，是数条巨大的触手以及无数条触须一同向楚风压迫而来，密密麻麻间遮天蔽日，已经封锁住了楚风的退路，根本就是避无可避。可能因为肉身是自己的原因，所以此刻的楚风可不止能与邪神剑共享视听，就连邪神剑的感受，楚风也能清晰的感受到。所以他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此刻恶之人身王发动的攻势是多么的凶残与强大，那是一种致命的力量，是楚风之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抵挡得了的力量。这一次的攻势比先前那条触须可谓强大了100倍。可就在这时，楚风手中的邪神剑再度挥动，又一道巨大的血色光刃飞掠而出。随后，那无数道触手与触须，无论是粗是细，竟然全部被斩切开来。那看似坚硬无比且异常强悍的触手，在邪神剑的面前，简直就如同豆腐一般，不堪一击。你到底是什么人？此刻，恶之人身王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发生了变化。他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个存在根本就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很可能不是百炼凡界的人。我是你惹不起的人。邪神剑说道。狂妄！
恶之人身王被邪神剑那种舍我其谁的气势所激怒，说话之间，身体便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与此同时，气息也是随之增长。下一刻，那被斩断的触手与触须便纷纷生长而出，紧随其后，便再度向楚风攻了过来。然而，楚风挥动邪神剑，又是轻描淡写的一剑，便将恶之人身王所有的攻来的触手与触须全部斩切开来。没用的，多少次都一样。邪神剑说道。他的这句话说得很是平静，可正因为太过平静，所以才有着别样的霸气。毕竟这说明他从始至终都未将这恶之人身王放在眼中。尽管这恶之人身王有着可以毁灭百炼凡界的力量，可是邪神剑却并未真的将他当成对手。这一刻，恶之人身王的目光也变得凝重起来，他不再贸然地向邪神剑出手，而是仔细地打量起邪神剑。片刻后，恶之人身王才再度开口：“我无意与你为敌，能够放我一条生路。”听得此话，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他们都没有想到，那连处世天族老者都能轻易制服，拥有毁天灭地之力量的恶之人身王，竟然会向楚风求饶。这种戏剧性的转变，实在是让人们吃不消。这可不像是一个毁天灭地的怪物该做的事。但是仔细想想，这也难怪。很显然，相比于这个怪物，那握着邪神剑的楚风更像是一个怪物。恶狼再凶狠，也只是在绵羊与白兔的面前，若是遇到老虎，他也会畏惧。眼前恶之人身王就像是那只恶狼，在百炼凡界众生面前，他是毁天灭地的怪物。可是，在他的眼中，手握邪神剑的楚风又何尝不是怪物？这是何意？邪神剑问道。我与你似乎没有过节，今日也无意得罪于你，能否放我走？恶之人身王再度说道。这一次，他的声音竟然也是有些胆怯。相比于先前的自大，此刻的他可就客气多了。看得出来，面对邪神剑，他是真的害怕了。至少他是不想再与邪神剑斗下去了。正所谓恶人还需恶人磨，可能正是如此。你觉得呢？邪神剑淡淡的笑了起来，这笑声之中有着一抹嘲讽。你到底想怎样？此刻，恶之人身王眼中的恐惧愈来愈浓，他从邪神剑的回答中感受到了不妙的气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放过你，邪神剑说道。忽然，恶之人身王动了，这一次不再是向楚风发动攻势，而是转过身躯，他竟然想要逃脱。然而，就在恶之人身王动的同时，虚空之上血红色的气焰便遮盖虚空数里，视线所及之处，皆是被那血红色的气焰所覆盖。与此同时，一道道血红色的气焰也是如同巨大无比的血红色柱子一般，自虚空之上飞落而下，最终深深地插入大地深处。定目观望，那血红色的柱子四面八方皆是，已经将这方天地封锁，就如同牢笼一般，将众人囚禁在了此处。那恶之人身王已经是没有退路。恶之人身王似是不太甘心，伸出触手去攻击那一道道血红色的柱子，想要凭借自己的触手将那血红色的柱子轰断。可是那血红色的柱子虽然看着弱不禁风，可实际上却如同利刃一般。当恶之人身王的触手与那血红色的柱子相互碰撞之后，竟然瞬息便被斩断，并且这一次恶之人身王那被斩断触手的伤口上也是沾染了血红色的气焰。那血红色的气焰不仅使得恶之人身王那被斩断的触手无非再生长出来，并且那血红色的气焰还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恶之人身王的肉身。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此刻，恶之人身王的眼中的惊恐滚灌翻腾，他已经不仅仅是害怕那么简单了。事到如今，他才真正的意识到，眼前这个血红色的家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存在。哪怕是他在对方的面前，也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我说过，有本邪神在此，你只是一个废物。邪神剑说道。若再逼我，你也休想活。恶之人身王恶狠狠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要与本邪神同归于尽？邪神剑问道。我是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陪葬！恶之人身王怒吼一声，下一刻，他的身体便不再是耀眼的金色，竟然化作了暗黑之色。最诡异的是，他那庞大的身躯竟然散发出暗黑色的光芒，非常的明亮，并且身体也是开始膨胀。原本就巨大的身躯，在膨胀之后，瞬息变成了万米之高的庞然大物，连云层都被只能在他的头下飘动。这下真是糟了！恶之人身王可能是有意让人们感受到他此刻的气息，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得到恶之人身王此刻的气息。正因如此，所以人们都慌了。因为恶之人身王此刻所散发的气息，当真是毁灭性的，一股强大的能量正在他的体内涌动。若是那力量爆发开来，莫说是在场的这些人，怕是百炼凡界过半的土地都将被摧毁。只是这种程度吗？你太让我失望了。邪神剑说道。竟敢如此小看我，那就让你感受一下，我这种程度是你否是你能够承受的。邪神剑的话显然将恶之人身王彻底激怒了。他此话落下之际，其体内的恶之人身王体内的力量便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是要将这股力量爆发而出，要与邪神剑以及在场众人同归于尽。可就在这时，邪神剑嘴巴一张，一股磅礴的吸力便自其口中散发而出，瞬息便将恶之人身王所笼罩。不，你对我做了什么？下一刻，恶之人身王便发出了极为痛苦的咆哮，因为楚风口中所散发的吸力非常的诡异，他竟在吸取恶之人身王的肉身。没错，恶之人身王那庞大的肉身在那吸力面前正在被分解，一片一片的脱离其肉身，化作暗黑色的气焰，然后源源不断的落入楚风的口中。住手！你这混账！你快给我住手！恶之人身王愤怒的咆哮着，可是却没有任何用处。邪神剑根本就不理会于他。混账！你这个混账东西，竟敢如此对我！我要你死！恶之人身王的咆哮越来越愤怒，他再度催动体内的力量，想要与邪神剑同归于尽。可是很快的，他便发现，此刻
他的肉身竟然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他已经无法释放自己体内的力量，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肉身不断地被对方所炼化吞噬，而他却是毫无办法，只能承受着那种被分解肉身的痛苦。你杀了我吧，我扛不住了，你干脆杀了我吧。恶之人身王的声音变得虚弱，他似乎已经承受不住那种被分解肉身的痛苦了。眼见着今日必死无疑，他竟然想着让对方给他一个痛快的了解，他不想再承受这种折磨了。本邪神说过，因为你的出言不逊，所以有必要让你感受一下生不如死的滋味。邪神剑再度开口，他的嘴巴一直是张开的，那吸力并未间断，可是楚风依然可以发出声音。你这混账，不得好死！听得此话，恶之人身王便咒骂起来。一个原本可以毁灭百炼凡界的怪物，竟然被人逼到了这步田地。其实这一幕有些滑稽，还敢辱我？看来本邪神给予你的痛苦还是不够。楚风此话说完，恶之人身王发出的声音则越发的痛苦，只是听到这个声音便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他们无法想象此刻恶之人身王究竟承受着怎样的痛苦，但能够确定的是，那痛苦绝对是他们在场之人所无法承受的。那还是楚风吗？我怎么感觉不对？此刻联盟大军中有人问道。我也不太清楚，殷明朝说道。说完此话，他还特意看了一眼赵宏与王强。然而哪怕是与楚风关系不错的赵宏与王强，此刻也是纷纷摇了摇头，因为哪怕是他们也都无法确定了。尽管那声音的确是楚风的声音，可是他们却感觉那并不是楚风，而实际上那的确不是楚风。此刻主宰着一切的自然便是邪神剑，至于楚风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却没有一点主动权，因为眼下身体已经彻底归邪神剑所掌控，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对方在操纵。只不过楚风还是忍不住感叹邪神剑的强横，他甚至有些不敢想象，这样恐怖的邪神剑之前竟然也曾为自己所用。按理来说，邪神剑如此力量，想吞噬他的肉身应该很容易才是，可是他却偏偏不能。看来邪神剑一定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楚风的内心猜测着，他觉得邪神剑不是不想占据他的肉身，只是他做不到。而最有可能的就是，如同他之前猜测的一样，邪神剑是被封印在兵器中了，他的力量虽强，可却无法发挥，必须需要媒介才行。楚风便是这个媒介。时间一点一点流失，知人身王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小，到的最后竟然彻底消失了。而他那巨大无比、超过云层的肉身也是越来越小，到的最后也是彻底消失，全部被楚风所吞噬、炼化。若不是亲眼所见，人们根本不会相信一个人类大小的身躯竟然能够吃得下那高达万米、遮天蔽日的庞然大物。此刻，人们尽管不再像先前那般发出慌乱的声音，天空之上寂静的诡异，可是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却也是充斥着如同先前看到恶之人身王的恐惧，甚至那种恐惧还要更浓一些。小子，吞噬了这个家伙，你不仅可以延长寿命，还能够青春永驻，你这一辈子都是这副嫩嫩的小脸，不会变成糟老头子了。终于，邪神剑的声音再度响起，只不过这个声音是属于邪神剑的，因为这个声音只有楚风能够听得到。差点忘记，不应该说是你，而应该说是我，因为这具肉身已经不再属于你，属于本邪神了。邪神剑的声音再度响起，只不过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楚风却是内心一颤，因为这句话透露出了邪神剑的野心。他果然不准备将楚风的肉身还给楚风，可是事到如今，楚风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他已经失去了争夺这肉身的力量，至少现在他无法争夺回来，只能日后再想办法。希望你能兑现诺言，不要伤害我的朋友。楚风说道。放心，本邪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既然答应了你，便绝对不会伤害他们。邪神剑说道。还有一个请求，你能否帮我去问问那个处世天族的老者，他是从何处得到那个卷轴的？楚风说道。他很想知道那处世天族的老者究竟是从何得知恶之人身亡被封印在此处的。按理来说，这件事情他不应该知晓才是，毕竟哪怕是佛光天寺的人也都不知道那被老猫封印的究竟是什么，更不知道的究竟被封印在了哪里。这本是一个秘密，怎么可能传到处世天族这位老者的耳中？甚至他还知道被封印的是什么，知道破解那封印阵法的方法。楚风觉得这背后一定另有隐情，这个要求本邪神可以满足你。邪神剑说道。他此话说完便身形移动，落在了地表之上。此刻在那坑坑洼洼的地表之上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处世天族的老者，只不过这个处世天族的老者虚弱得很，甚至连御空的力气都是没有，所以才会在恶之人身王被炼化之后直接从空中摔落而下，落在此处。这个原本高高在上如同神灵一般俯视众生的角色，此刻只能如狗一般的趴在这里。怎么会这样？楚般若缓缓地抬起头，看了一眼楚风，又看了一眼那一直跟随着楚风的镇魔兵符。镇魔兵符一直散发着那金色的光芒，一直笼罩着邪神剑，可是那金色的光芒似乎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就在此时，邪神剑伸出左手对着虚空一抓，下一刻那金芒闪烁的镇魔兵符便落入了他的手中，手掌一握，只听咔嚓一声，那镇魔兵符便被捏成了粉碎。与此同时，那金灿灿的光芒也是如同漫天的星光一般消散开来。我懂了，原来这东西根本就无法压制你。楚般若苦笑一声，那卷轴从何而来？邪神剑问道。我若实话实说，能否放我一条生路？楚般若问道。邪神剑没有回答楚般若，而是对楚风说道。小子，这种事情你来决定。楚风思考了片刻后说道。让他说吧，
相比于要这楚般若的命，他更想知道这楚般若是从何得到的那卷轴。说罢，在收到楚风的话后，邪神剑才对楚般若说道：“老夫大限早就到了，能够活到今日，一直靠着续命之法。但寻常的续命之法早就无法延续我的寿命，所以我只得用尽手段寻找其他方法。终于被我找到了一个人，花高价从他的手中买到了这个卷轴。只是那个人我不认识。”楚般若说道：“他没说谎。”邪神剑对楚风说道：“邪神剑的观察力应该远在楚风之上。”他说对方没说谎，楚风也觉得8、9不离10，因为邪神剑在问的时候，楚风也在观察楚氏天族老者的反应。以楚风的观察力来判断，楚氏天族的老者应该也没有说谎。毕竟，在一个人面临将死的局面时，内心是很脆弱的。这个时候，若是说谎，很容易被发现。问他在何处找到的那个人，那个人有什么特征？楚风问道：“何处找到的那个人，以及他的特征？”邪神剑按照楚风的要求问道：“大千上界鬼宗殿。”至于特征，说完此话，楚氏天族老者艰难地伸出手，从乾坤袋内取出一个画卷。画卷打开，那上面画着一个人。这个人大概有3米高，可是很瘦，穿着一件戴着兜帽的黑色长袍。不过那兜帽并未戴在头顶，所以能够看到他的脸。这个人长得很是恐怖，准确来说，简直就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妖。他的脸很瘦，也很狰狞，左半边脸正常，可是右半边脸却有一个巨大的疤痕。那疤痕看上去有些恐怖，似是一个巨大的蜈蚣趴在了脸上，穿过了右眼，有些恶心。所以他的右眼是绿色的眼睛，那应该不是属于他的眼睛，更像是某种妖兽的眼睛。我怕他骗我，所以在见过他后便画下了他的画像，为的是在被骗后可以寻找他的下落。可我并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是真的，在百炼凡界竟然真的封印着一只恶之人身亡。毕竟这恶之人身亡在大千上界也只是传说中的存在。楚般若说道：“那恶之人身亡在大千上界也是传说。”楚风感到心惊，楚般若只是一句话便透露出了恶之人身亡的珍贵。我知道的都说了，真的没骗你，放过我吧。楚般若说道。滚吧。邪神剑说道。听得此话，楚般若是尽全身力气才勉强站了起来，随后跌跌撞撞地向远处跑去。他跑得很慢，简直与正常人的速度相差不多，可见他的伤真的很重，而恶之人身亡的力量也是真的很强。毋庸置疑，恶之人身亡的确具备着毁灭整个百炼凡界的力量，至少他能够让百炼凡界生机全无。只是可惜他遇到了更强的对手邪神剑。邪神剑转过身来扫视了一圈众人，而当邪神剑的目光扫过之际，除了殷明朝与王强等少数几位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是不敢与其正视，他们都很害怕这个血红色的身影。别看他的身影不大，可是却比恶之人身亡更为可怕。你们今日能够活命，要谢楚风。邪神剑说道。要谢楚风？他不是楚风。邪神剑此话一出，顿时在人群之中激起千层浪，因为他只是一句话便向众人说明了，他其实并不是楚风。因为他如果是楚风的话，楚风绝对不会说出让各种人感谢他的话。你是谁？我兄弟在哪？王强急切地问道。而在其说话之时，已经向邪神剑冲了过来。邪神剑淡淡一笑，就那样看着王强靠近。可是就在王强靠近之后，邪神剑却不见了。与此同时，天际之上那漫天的血色乌云也是随之消散，虚空之上没有了暗黑色的气焰，也没了血红色的气焰，久违的蓝天，漫天的白云再度浮现在天际之上。这一刻，在场的人们才忽然意识到，原来这幅最常见的景象竟是如此之美。毕竟这对于他们来说，这等于是获得了重生，先前所经历的一切简直就如同进入了地狱一般。甚至直到此刻，人们还不能确定这场浩劫是否真的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能活下去了吗？直到片刻之后，才有人说道。这话语之中充斥着怀疑，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活下去。快逃！忽然又有人大喊一声，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向远处飞掠而去，眨眼间便消失不见。逃啊！紧随其后，在场的许多人都开始向远处逃窜而去。这一次没有了束缚的力量，人们都成功的逃脱了。发现可以逃脱之后，有的人开始发声大笑，有的人则是痛哭失声，这都是劫后余生的表现。颇为可笑的是，那高高在上的楚氏天族老者此刻的速度远不及这些人的1/1000。可是楚氏天族老者已经这样虚弱，却也没有一个人敢对他出手。毕竟这可是楚氏天族的人，有谁敢杀他？不过也有2个不是百炼凡界的人也注视着这一切，虽然他们2个隐于暗处，可是先前楚般若动用自己的力量笼罩了那方天地的所有人，他们2个也是被带到了此处。这百炼凡界先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2个都看得清清楚楚。楚怀，我们去帮帮前辈，带他回族中吧。楚月说道。想死你就去吧。楚怀说道。难道前辈都这个样子了，还会对我们怎么样？楚月问道。他的真实嘴脸你已经看到了，你觉得呢？楚怀说道。楚月沉默了片刻，随后问道。你说楚风真的被魔兵吞噬了吗？多半是如此。楚怀说道。那他还会活下来吗？楚月问道。绝不可能。楚怀很是确定地说道。为什么？你不是说像他这种天才一定身怀保命之宝吗？楚月问道。那魔兵的力量有多强，你感受不到吗？再强的至宝也不可能斗得过那样的魔兵，使用这样的魔兵便等于玩火自焚。既然他失控了，那等待楚风的便只有死亡。话罢，楚怀叹息一声，他是为楚风的死而感到惋惜。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楚月问道。我们立刻回到族中，在楚般若回到族中之前，将一切说明。楚怀说道。好。楚月点了点头。楚怀与楚月离开了，
可是百炼凡界的人们还沉浸在喜悦之中，毕竟他们大难未死，成功的逃过了这场浩劫。可是喜悦的人群之中，并不包括殷明朝与王强等人，他们都知道楚风可能遭遇了不测。那个拿着邪神剑的人，并不是楚风。可恶，可恶！王强跪在地上，歇斯底里的大吼着，双拳捶打的大地，把大地捶出了一座座深坑，无数道裂痕。他很是不甘心，也似乎是在为自己没能抓住那个邪神剑而感到懊悔。相公，你别这样，你这样也是于事无补，这不是楚风想看到的。赵鸿飞落下，对王强劝道：“那你要我怎样？我兄弟去哪了？那个家伙到底是谁？他把我兄弟弄哪去了？”王强很是激动，情绪有些暴躁。依我看，楚风小友应该是被魔兵吞噬，那肉身还是他的，只是肉身已被魔兵掌控，或者说他已经被魔兵操纵。但是这种情况下，楚风小友未必就遭遇了不测，毕竟那魔兵楚风小友不是第一次使用，他应该是能够驾驭那魔兵的。紫薰衣说道：“对，薰衣说的很有道理，不要太着急，也许楚风兄弟还并没有遭遇不测。”殷明朝也是说道：“尽管他们两个人嘴上这样说，可是他们的心里也是非常的难受。那魔兵的力量他们都看到了，他若是想吞噬楚风的话，谁能阻挡？邪神剑在空中飞行着，速度非常之快，百炼凡界的人根本不可能捕捉到他。你要去哪？”楚风问道。“我在等一个人。”邪神剑说道。“等人？你要等谁？”楚风问道。“姐，小子，你没资格知道这些，因为该做的本邪神都做了，你的朋友都安然无恙了，那么接下来也该轮到你为本邪神做一些事了。”邪神剑说道。“你想我做什么？”楚风问道。“你只需要将这个身体彻底交给本邪神就好了。”呀！邪神剑此话说完，楚风便感受到了一股难以忍受的痛苦，那是烈焰缠身的痛感，可是却比寻常的烈焰燃烧肉身要难以忍受得多，甚至连楚风也无法忍受，可能是太痛了，也可能是将要死去。楚风竟然渐渐失去了知觉。“楚风，你怎么了？说话，快给我说话！你说话呀！该死，那个家伙对你做了什么？”楚风能够听得到女王大人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彻，焦急万分，充满了担心。可是渐渐的，那声音却越来越淡。终于，楚风彻底失去了意识。“我已经掌控了他，还不现身吗？”邪神剑一边快速的飞行着，一边大声的咆哮着，他一定是在等什么人。可是在这种地方，哪有什么人能够跟得上他的速度？有，竟然真的有，那是一头鹿和一个身穿黄袍的老者。这两位是未知藏地的创造者。老者并没有骑着鹿，而是如同老友一般并肩而行，他们两个踏空而行，走得很是缓慢，可是却能够追赶得上邪神剑的速度。不过似乎就连邪神剑都没有发现他们两个。这个叫楚风的小鬼还真是不得了，竟然掌握着这样的魔兵。若是让他进入大千上界，进入星域，怕是真的要横扫各方天才。那样一来的话，这个赌约我可就真的败了。黄袍老者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担忧，原来他们两个一直隐藏在暗处，所以先前发生的一切他们两个也全部都看到了。那楚风已经被魔兵吞噬，怕是熬不过这关。就在此刻，那只鹿竟然开口说话了，只是他的声音竟然还是个女子的声音。不，那魔兵虽然吞噬了楚风的肉身，操纵了他的身体，可是他似乎在等什么人。依我看，他只是在威胁，用楚风的身体威胁那个人。这也难怪，楚风具有如此天赋，他身后自然也是有着雄厚的背景，强大的依仗，所以一定有人在暗中保护楚风。那魔兵是在等那个人现身。老者说道。听得此话，那只鹿左右张望的，用鼻子嗅了几下，我感受不到有其他人的气息，莫非实力在我们之上？那只鹿说道。不可能，在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人的实力在我们之上？就算那小子有依仗，他身后的势力也绝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老者摇了摇头，随后道。应该是还没赶到，但一定会来。就算楚风能够得救，能够成功刚进入大千上界，可是他未必能够成功进入星域。就算进入星域，他也未必能够纵横星域。莫说整个星域内的天才，就算大千上界的天才，也有不少卓越者，而天才夭折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这个赌约我们未必会输。那只鹿说道。的确是未必，可是我输不起，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老者说道。你要杀了他？那只鹿的语气有些惊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在向他所预言的方向走，继续下去我就真的输了。老者说道。但是按照赌约，双方都不可插手他的事，自然也不能出手伤了他，更何况你是要杀他。那只鹿说道。我们虽然不能杀他，可却没说过我们不能找人杀他。老者说道。可那楚风的魔兵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找其他人做，怕是未必能降服他，更何况那楚风身后的守护者还未现身，究竟是何实力还无法确定。那只鹿有些担心的说道。放心，他出手的话一定可以解决这件事情。老者说完此话，取出了一个符纸，那是一个通信符。符纸被其捏碎后，一道蓝色的光芒便自远处快速的飞掠而来，很快便来到了二者的身旁。这是一位男子，非常的高，竟然足有10米，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巨人。不仅很高，并且很是壮硕，浑身上下都是肌肉，哪怕穿着衣服也能够清晰的看到他那肌肉的轮廓。不过他似乎不是人，因为他的肌肤为蓝色，眼睛为血红之色，一眼看去甚是吓人，并且在他那蓝色的肌肤之上还满是疤痕，那疤痕似是有意刻制，因为很有规则，那个形状更像是某种特殊的纹路。总之有些诡异。蓝魔杀神见到这位，那只鹿感到意外。圣鹿尊者，久违了。那长相凶悍的蓝色巨人对那只鹿抱了抱拳，竟是彬彬有礼。可是
他的声音却是苍劲有力，似是猛兽在咆哮，震慑人心。看来你早就计划好了。那所谓圣路尊者看着那位老者说道：“我说了，我输不起。谁能想到，真的有人能够破开我那阵法，并且还真的为了救他的朋友而牺牲掉属于自己的宝藏，这和他所预言的一模一样。那么接下来，他就真的要进入大千上界，然后进入星域，横扫各方天才。到了那天，我就真的输了。”老者说道。听得此话，圣路尊者沉默了片刻，随后说道：“既然都决定了，那便做吧。”那个小鬼不见了。可就在此时，那蓝魔杀神却是忽然说道：“什么？”听得此话，老者与圣路尊者皆是一惊，而当他们看向邪神剑所在的方向时，却发现真的不见了。追！这一刻，老者便想要去追，可就在这时，在他们的前方忽然出现一道巨大的闪电，那闪电速度极快，眨眼间便劈落而下，一声巨响传来，这本晴空万里的虚空竟然瞬息被滚滚雷云所吞噬，雷云密布，电闪雷鸣，一时之间，说不出的诡异弥漫在天地之间。是被发现了。圣路尊者说道：“这种情况绝对不是自然的天气变化，一定是某位修巫者所制造出来的，这可有些麻烦了。”老者眉头紧皱，他并不是担心不敌对手，他是担心被发现他也在此处。此刻，老者、圣路尊者以及那个蓝魔杀神皆是目光凝重地扫视四方，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手段去感应、去观察那个隐藏在周围的人。他们不能确定那是魔兵还是暗中保护楚风的人，可是他们却观察不见，也感应不到。云层越来越厚，雷鸣越来越刺耳，很快的，瓢泼大雨伴随着雷霆倾洒而下，雨水很大，如瀑布一般。可是最诡异的是，再大的雨也不能影响这三位的视线，但是眼下这雨却遮蔽了他们的视线。三人可是距离竟不足100米，不对劲。圣路尊者说道，在他的眼中涌现着浓浓的不安。实际上根本不用他说，蓝魔杀神与黄袍老者也都发现了此刻的情况很是不妙。既然来了，何不现身？黄袍老者开口说道，他语气不重，可声音却很响亮。有些人不是你们能动的。一道声音自三人的正前方传来。就在这时，那蓝魔杀神出手了，一拳轰出，磅礴的武力便肆虐开来，化作一道金色的光柱，连接天地，向正前方轰杀而去。大地翻腾，瞬间裂痕无数，就连藏在地底深处的岩浆也是滚滚翻腾，自大地喷射而出，虚空之上的空间更是被轰得粉碎。一时之间，天地漆黑一片，但是很快的，虚空便愈合完全。这一刻，下方的大地早已是面目全非，地表之上连绵数里的土地皆是布满了深邃的裂痕，顺着那大地的裂痕，滚烫而深红的岩浆正在喷发涌动，席卷大地。此刻的大地宛如地狱，可是天际之上，那乌云还在翻腾，那雷霆还在闪烁，甚至就连那雨依然在下，依然能够遮挡住他们的视线。见此一幕，那先前出手的蓝魔杀神顿时目光一变，随后看向了那位老者。此刻，无论是那位老者还是圣路尊者，脸上都涌现出了无比的惊讶。这三位原本高高在上的人物，却也都慌了。这也不能怪他们，蓝魔杀神的实力，他们都很清楚。先前那一拳的威力，更是非同小可。事实上，那一拳之后，的确在这百炼凡界的土地上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他却丝毫未能影响这天空的雷云以及这倾盆的大雨。这说明他们三个不是那位的对手。抱歉，我们并不知晓楚风的背后竟然有您这样的人撑腰。若是知晓，我们并不敢产生歹念。能否看在我们并不知情的份上，放过我们一马？那老者竟然直接抱拳施礼，开口求饶。虽然看上去这很是丢人，但却这也是明智的选择，是智者的选择。既然已经清楚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这个时候认输是最好的办法。更何况这黄袍老者认输的方式并不卑微，我若想动杀念，你们早就死了。那个声音再度响起，多谢前辈不杀之恩。老者赶忙道谢，前辈呵，别把我叫得那么老，你的年龄可比我大多了。那声音说道。听得此话，老者、圣路尊者、蓝魔杀神彼此互看一眼，眼中的震惊更浓。年龄不如他们，实力却在他们之上，这只能说明一点，他们招惹到的这位当真是非同小可，绝对是在整个星域都是响当当的存在。这一次他们可真是惹上大麻烦了。虽然他们早在此之前就知道楚风这样的人身后定然有所依仗，可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楚风背后的依仗会如此之强。一时之间，悔恨之意弥漫于三人的内心。抱歉，真的抱歉，若是知道楚风有这样的背景，就算借我胆子，我也不敢对他起杀心。老者再度道歉，并且实话实说，因为他猜想对方实力如此强横，想必他们先前的对话对方都听到了。这个时候实话实说，摆正态度，可比胡搅蛮缠要好得多。可是这句道歉之后，对方却没了声音，良久之后依然没有回答。我们可以走了吗？然而老者三人却并未立刻离开，而是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漫天雷云以及倾盆大雨皆在，他们便清楚那位也一定还在。走，呵呵。那位的声音再度响起，可声音之中却掺杂着一抹冷笑。听到这个笑声，三人皆是心中一紧，他们都知道这一次不能全身而退了，但是他们却依然没有逃，相反，他们眼中所有恐惧，可是面色却始终未改。老也看得出来，这三位的确是见惯了大场面的人物。那您想怎么做？老者小心翼翼地问道，并且语气很是恭敬，略作惩罚。那位说道，尽管早有预料，可是听到这句话，三人还是心中一惊。这一次是怪我了。老者笑了，是对那圣路尊者笑的，眼中有着浓郁的歉疚，也自责。这个决定也是我同意的，既然引出了祸端，
那便患难与共，一起承担便是，没什么的。圣路尊者说道。他很是从容。抱歉了。老者又看向了蓝魔杀神。无妨，只要不要命，皆是无碍。蓝魔杀神竟然是笑着说的，他很是豪气。是我们不对，当罚，请吧。明明是接受惩罚，可老者却再度施以一礼，紧随其后。蓝魔杀神与圣路尊者也是纷纷低头，施以一礼。别以为来这一套，我就会手下留情。你这种人，我见多了。那位说道。听得此话，黄袍老者淡淡一笑，似乎还想说什么，可就在这时，那漫天的雷霆竟然自雷霆之中奔走而出，同时涌向了老者、圣魔尊者以及蓝魔杀神这三人。一声巨响传来，三人的身体顿时变得漆黑，烧糊的气味自三人身体传来。下一刻，三人一改风轻云淡的从容，同时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倒不是三人承受能力差，而是此刻那数万道雷霆的劈斩之苦太过难以承受，三人痛苦不堪，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发出痛不欲生的叫声。而那万千雷霆却依旧不依不饶的不停地轰击着三人。远处茫茫大雨之中，一双眼眸没有一丝同情的注视着这一切。夜幕降临，百炼凡界的虚空之上，繁星点点，星河流转。这是一片平原，并未遭受这次浩劫的洗礼，所以平原之上青草密布，随着风的变化而摆动。楚风盘坐在地上，准确来说，这是邪神剑。邪神剑身上的血红色气焰在晚上会绽放光芒，显得格外的刺眼，就好像这真的是血红色的火焰一般。不过那血红色的眼睛却是兽性十足，连猛兽看到也要立刻退避。在这样深的夜，非常的恐怖。沙沙，忽然身后传来了阵阵脚步声，邪神剑立刻起身，看向身后，他那血红的眼中露出了一抹狰狞的喜色。你总算来了，邪神剑说道。此刻在邪神剑的对面站着一个人，这是一位男子，个子不是特别高，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健硕，长得也谈不上多么英俊，可以说平凡至极。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却是那么的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他给人的感觉已经不是人。没错，他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像是一个人，哪怕他的容貌再平凡，哪怕他身穿着的布衣再朴素，可是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的独有气质却是凡人无法比拟。这位乃是楚风的父亲楚轩辕。楚轩辕面带笑意，看到邪神剑后竟然盘坐下，不慌不忙，气定神闲。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你儿子的性命？邪神剑问道。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楚轩辕说道。不错，你的感应力很敏锐，你儿被我封锁得如此严密，竟然还是能被你察觉到生命迹象。邪神剑说道。他并没有因为楚轩辕敏锐的感应力而感到不安，相反，竟然还因此感到喜悦。你也不差。楚轩辕又是一笑，随后说道。谈谈如何？想怎么谈？邪神剑问道。不如聊聊你从何处而来，为何会出现在五之圣土？楚轩辕问道。本邪神的事你知道了也没用，更何况本邪神也不想让你知道，并且你也没有与我谈的资格。邪神剑说道。既然如此，那便直入主题吧，说说占据我肉身，你究竟有何目的？楚轩辕问道。你儿子的修为太差，无法承受本邪神的力量，就算我彻底将其吞噬，要不了多久他就会神魂俱灭，这并非我愿。但是你就不一样了。邪神剑看向楚轩辕的目光中涌现出一抹贪婪，原来是想占据我的肉身，看来你早就看穿了我的修为。楚轩辕问道。在祖武下界那天路遗迹之中，本邪神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便看穿了。邪神剑说道。看来那个时候就选中我了。楚轩辕淡淡的笑着，似是开玩笑一般问道。那现在呢？我的修为你能看得出来吗？你的修为又增进了，速度很快，令人惊叹。如此惊人的成长速度，本邪神从未见过。你日后必成大器，若是能够走出这片星域，要不了多久，怕是整个天外都会响彻你的名号。邪神剑说道。那便借你吉言了。楚轩辕说道。不过可惜你没那个机会了。邪神剑说道。如此确定？楚轩辕问道。确定，除非你舍得你的儿子死在我的手中。邪神剑说道。看来你是吃定我了。楚轩辕说道。没错。邪神剑说道。你很自信。楚轩辕说道。本邪神的自信来源于我无可匹敌的力量，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将由本邪神所主宰，你们所有人只是一眼便可以被我看透。那个尾随着本邪神的三个家伙也是，你也是，你们皆是不如本邪神，所以本邪神便吃定了你们。这样吧，将你的身体给本邪神，本邪神帮你除掉那三个想对付楚风的人，就当是为你们父子报仇了。邪神剑说道。原来圣路尊者与那位老者的暗中尾随，这邪神剑全部知道，就连那蓝魔杀神他也感应到了。而显然圣路尊者与那位老者的话他也都听见了，有闲心去想那些，还不如管好你自己吧。楚轩辕缓缓地站起身来。你想动手？邪神剑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杀意道。本邪神劝你不要乱来，因为对本邪神出手的后果一定不是你想要的。楚轩辕又是一笑，随后在他的眼中忽然涌现出了一抹冷冽。猛然间，楚轩辕的手掌迅速张开，随后伸出，隔着虚空对准了邪神剑。与此同时，邪神剑身体一颤，随后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惊讶。你隐藏了修为？邪神剑目光变化，他忽然意识到此刻楚轩辕展现出的力量可比他所观察到的要强。此刻的他已经被楚轩辕所束缚。然而对于邪神剑的追问，楚轩辕却并未回答，而是淡淡一笑，随后大喝一声退散。下一刻，邪神剑竟然发出了痛苦的咆哮，他在承受难以承受的痛苦，因为他那包裹着楚风的血红色气焰正在消退，从楚风的身上涌入到邪神剑之内，他已经吞噬了楚风的力量，正在被强制性的驱散。想一想，那肉身已经被他占据，现在强制性的驱散，这简直就是扒皮抽筋。
自然难以忍受。而这一切都是楚轩辕所为，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具备压制本邪神的力量？邪神剑吃惊不已，因为此刻楚轩辕所释放出的力量比他所预料的要强大得多，他根本就不是楚轩辕的对手。甚至此刻面对楚轩辕这强行将他从楚风身上驱散的行为，他也是毫无办法。你实力很强，也的确看穿了许多，但是你却唯独没能看穿我，所以今日你注定要败在此处，在于我手。楚轩辕说道。此话落下之际，楚轩辕那张开的手掌顿时一震，不，一声咆哮瞬间响彻夜空，传到数里之外，回荡于天际之上。当啷啷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那是邪神剑掉落的声音。楚轩辕还站在那里，而楚风也还站在那里，只不过此刻的楚风不再是邪神剑，而是真正的楚风，包裹着肉身的血色气焰不见了。楚风已经恢复了本来的样貌，可此刻的他却是面色苍白，双眼紧闭，竟然没有一丝气息，那个样子简直宛如死人一般。忽然身子一歪，楚风便倾倒了下去，可刚倒了一半，一只有力的手臂便将他揽入了怀中。是楚轩辕。楚轩辕将楚风平躺着放在地上，随后探出手指对着他的额头一点，一道淡蓝色的光晕如同水滴一般自额头荡漾开来，传遍全身。下一刻，楚风苍白的脸色开始变得红润，停止的心跳也是恢复开来，就连气息也是重现。虽然楚风还在沉睡，可是此刻的他却已然伤势全无，看来楚风没事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楚轩辕的身后。这不是人，而是一只猿猴，他正是在天路之内那楚氏天族的遗迹内与楚轩辕相伴的老猿猴。处理完了，楚轩辕问道。解决了，老猿猴说道。结果如何？楚轩辕问道。他们三个全都疯了，除非被人发现，否则怕是短时间之内没办法离开这百炼凡界了。老猿猴说道。我问的是圣路尊者与圣虎尊者，他们为何会来到此处？究竟是与何人打的赌约？又是怎样的赌约，从而导致他们要对我出手？楚轩辕问道。他们是与天机尊者打的赌约，赌约源于两人的一次闲谈。圣虎尊者贬低各个下界的人，说不明白那些来自下界的人为何不安分地待在下界，有了区区真仙的修为，就认为自己天赋异禀，非要到上界闯荡。然而所有从下界来到上界的人，只有一个下场，就是被上界的天才虐得体无完肤，伤痕累累，身心俱损后自暴自弃，实在愚蠢。天机尊者则不这样认为，举出了很多下界出身却纵横上界的例子，可圣虎尊者却不以为然，说这种例子少之又少，就算有，也只是纵横上界，无人能纵横星域。下界出身之人依然无法与上界出身之人相比，二者非常认真。后来竟然纷纷动怒，吵得不可开交，非要论个清楚不可。最后天机尊者说，3000年之内，百炼凡界会出现一个天才，他不仅会横扫大千上界的天才，还会横扫一方星域的天才。圣虎尊者若是不信，可与其打赌。圣虎尊者自然不甘示弱，便有了这个赌局。只是因为当初二人皆很愤怒，竟然下了一个大赌，那就是败者要自废修为。圣虎尊者来到百炼凡界布下大阵也有2000余年了，一直没有出现。天机尊者所说的那个人，自认为自己必胜无疑，本在沾沾自喜，甚至时不时的去找到天机尊者对其进行羞辱，可不曾想却在这个时候杀出一个楚风。圣虎尊者眼看着楚风与天机尊者当年预测的如此接近，简直一模一样，害怕自己输掉这个赌局，所以才想对楚风下毒手，这才找来了蓝魔杀神。老猿猴讲述道。准确吗？楚轩辕问道。我惩罚他们时逼问所得，他应该不会骗我，只是我不明白，二人本是好友，怎会因为争论一个话题就能够上升到废除对方修为的份上？老猿猴说道。因为天机尊者便来自下界，圣虎尊者看不起下界的人，便等于羞辱了他。楚轩辕说道。原来如此，可二人本是好友，就算事出有因，也不至于如此吧？老猿猴还是不太理解。天机尊者得到过极大的机缘，其预言之术非同小可，他这样做可能也是顺应天命吧。若不是天机尊者这个赌约，圣虎尊者也不会来到百炼凡界布下那座阵法，反而他也就少了一个机缘。而以我看，就算圣虎尊者输了，天机尊者也未必会真的让其废除修为。这个赌约只不过是想让其来到百炼凡界坚守3000年而已。因为天机尊者很清楚圣虎尊者对他的恨意很深，所以圣虎尊者来到百炼凡界坚守了这2000余年，甚至还想坚守到3000年，并非只是想赢，他是想天机尊者自废修为。他们两个不仁的是圣虎尊者，而并非天机尊者。楚轩辕说道。圣虎尊者是为何事对天机尊者有了如此深的恨意？老猿猴问道。楚轩辕淡淡的一笑，笑得意味深长，但却并未回答。看来他们之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老猿猴自言自语，透出好奇之意。楚轩辕依旧没有回答，而老猿猴也不再追问。他了解楚轩辕，楚轩辕不想说的事，他是问不出来的。不只是他，任何人都问不出来。是你故意将他们弄疯的？忽然，楚轩辕对老猿猴问道。不是，是他们未能承受我的力量，精神崩溃疯的。说起来，我能有既然你的修为，还多亏了你楚氏天族的遗迹。老猿猴说这话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握了握拳，一张猴脸之上涌现出庆幸与得意。这也不怪他，进入楚氏天族遗迹之前，那3位都可以轻易地将其抹杀，可是现如今他却能够轻易地将那3位抹杀，这之间不过短短30余年的时间而已，如此大的实力变化，他怎能不喜？此刻楚轩辕则是伸出手来，将那掉落在地上的邪神剑捡到手中，认真地打量起来。老猿猴也是凑了过来，随之打量起来。对于这件
他也是充满了好奇。这把剑很邪门，你可有知道是从何处而来？老猿猴问道。依我看，它绝非剑灵所化，定是某个邪物被封印在了这剑体之内。楚学元说道。何以见得？老猿猴问道。此剑本身绝非凡物，封印力之强，我从未感受过。楚学元说道。是吗？老猿猴仔细观看起来，但却有些迷茫。看来以他的实力，也感受不到那邪神剑上边的所谓封印之力。将手放在我的手上，再感应。楚学元说道。老猿猴照做，随后目光大变，眼中涌现出无比的震撼道：如此强悍的封印之力，那这剑体之内封印之物，岂不是？老猿猴心神震荡，这剑体的封印之力的确很强，可正因为这剑体的封印之力够强，才让其意识到那被封印的怪物有多恐怖。若不是这剑体对其进行了束缚，现在的我不是其对手。楚学元说道。他到底有何目的？老猿猴问道。现如今这些神剑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让其有一种不安之感。他实际上是想占据我的肉身，而他占据风儿肉身，也只是想用风儿的肉身来威胁我而已。楚学元说道。占据你的肉身，莫非他是想占据你的力量？老猿猴问道。不，他自身的力量在我之上，只是因为剑体的封印，才使其力量无法发挥。而他想占据我的肉身，也只是想借助我的肉身，用我的肉身做媒介，释放其真正的力量，从而想办法摆脱那封印他的剑体，彻底恢复自由之身。楚学元说道。如此危险的东西，便不能继续将其留在楚风身上了。老猿猴说道。留着他，关键时刻倒也能保风儿一命。楚学元说道。可是老猿猴觉得不妥。我知道你的担忧，无妨，我可以束缚其力量。楚学元说话之间，双掌将邪神剑夹在中间，一时间，淡淡的金色光芒自双掌之中涌现，化作网状扩散开来，笼罩剑体，随后融入其中。紧随其后，又有网状的金色光芒体涌现而出，融入剑体之内。这是看到这一幕，老猿猴的眼中涌现出了复杂的神色。可是楚学元却是面容不变，专注于眼前所做之事。在他的催动下，那淡金色的光芒不断涌现，化作网状笼罩剑体，与其相融。如此反复半个时辰之后，楚学元才将邪神剑放在地上。可就在这时，那原本放在地上的邪神剑竟然剧烈的颤抖了起来，声鸣刺耳，似是一只洪荒凶神就要破剑而出。